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4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周线 DMI 指标迎来第二个黄金交叉，有没有可能是牛市最后一个黄金交叉的买点？历史的经验或者是这里面的知识，我们要怎么去挖掘？包括这一周有没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窗口？等下也来跟大家解读，以及日线或者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简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个 DMI 指标。上一次在今年的1月份，比特币从1年多的整个空头的走势，就是这个红色的值一直在绿色值的上方，整个1年多比特币它就是一个熊市空头的走势。然后第一次黄金交叉在今年的1月份，它是正式把这一条绿色的线往上去金叉这条红色的线。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这整波1倍的涨幅里面，这一个绿色的值是一直维持在红色值的上方，从来都没有死叉过。后面是有提醒大家要去留意，历史上有这种经验，有可能大暴跌，红色的值只要死叉这个绿色的值，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次买点的位置。那现在有发现这个 DMI 指标绿色的值是再一次黄金交叉这个红色的值。那历史的经验，这个 DMI 指标在周线里面有可能在整波大牛市里面它只会出现第二次黄金交叉，就是这个绿色的值会一直维持在红色值的上方，直到比特币见顶走熊以后，它会形成一个死叉。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几个位置在2019年的底部的位置，就是这个区间脱离以后，这边也是绿色的 DMI 穿过红色的 DMI 上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绿色的 DMI 指标一直没有死叉。那么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位置死叉，也是在周线里面崩盘的位置， DMI 指标是在死叉，死叉的位置往往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后面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黄金交叉，相信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要开启3浪的上涨，但是遇到黑天鹅事件，像这种事件没办法猜测，它后面再一次死叉。19年到20年是有出现过，就是2次死叉的买点。后面在这个位置脱离了疫情崩盘的低点以后，这个位置进行黄金交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出现过比特币在周线里面的黄金交叉。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到2016年整波牛市的行情，可以细心的留意一下，在2015年的10月份左右，这个位置比特币绿色的 DMI 值穿过红色的这个 DMI 值，很长一段时间比特币一路往上涨，这个 DMI 指标绿色的值从来都没有死叉过红色的值，在这个位置有过一次死叉。崩盘的低点就是非常重要，死叉的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买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在这个位置金叉上去，但是它也没有大涨，就是这个位置金叉开始从来都没有进行死叉过，一直持续到牛市的高位，等到死叉的话有可能已经开始见顶了。所以比特币在2016年的周线里面，这个 DMI 指标黄金交叉牛市整波只出现过第二个黄金交叉，就是最后一个黄金交叉。不过它后面这个位置也没有继续往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周线基本上也是在横盘，但是整个中长线它的趋势基本上就是往上涨的。所以朋友们，我的观点是就现在的位置尽量要珍惜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这个大杯柄的结构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个 32K 压力为什么一直不肯突破，有可能下方这一个杯子的时间，然后来到目前柄的一个时间，有可能时间也快满足了，是不是在10月份要突破，还是说这一周有没有可能会突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在这个低点有跟大家讲过，从这个高点到这个高点是8周的一个变盘窗口，后面也是猜中价格是往上涨。那如果我们从这个高点到现在的一个位置再画一个时间，这一周也是接近20周，要知道21也是非常重要的斐波那契数列变盘的时间转折点，所以也不排除如果从这个高点开始计算，这一周也是21，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下一周会不会比特币往上去突破。当然杯柄的买卖方法有2种就看你是左侧交易者还是右侧交易者，你也可以等到底什么时候突破这个 32K， 要去追也可以
我是觉得这个位置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对美元的日线这个低点它是有把这个低点给跌破，就是低点在走低。MACD 或者是 KD 也是呈背离的结构，所以以往的经验，相信有背离一般都会有转折。那这个位置为什么不马上转折上去？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20的均线已经是来到这个低点的位置，我是相信可能在周三左右，不排除比特币会不会去突破这个20 MA， 但是上涨的幅度也不一定会很大。可能还是在这边震荡，因为上面还有一条60的均线是压在头上，也不排除主力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呈一个慢牛的走势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4个小时里面，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这一次达到 25.3K 的低点附近，它这边是出了一个多方的吞噬，包括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这边感觉是有一个看涨蝴蝶的形态，就是在这个低点的位置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又出了一个多方的吞噬，但是它也不肯压回主力就是慢慢的缓步慢牛的一个走势。昨天在这个位置又出了一根多方的吞噬，它这根 K 线是把20 MA 给突破，所以现在是不是主动在压回？我的观点也不排除有可能整理到位，会不会随时去挑战4个小时里面这一条60的均线？因为目前这条均线是走平了，它是谈不上支撑跟压力，或者是短线的朋友也可以去留意一下，既然这是一根多方的吞噬，前面也是有成片的多方吞噬支撑还是在 25.8K 附近。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